不同的字幕和音轨已经添加了，你们可以在设置中调整你所需要的音轨和字幕。Different audio track and subtitle have been adding. You can change them from setting. 那16真的是烂到一个境界，都不懂怎么打成这个狗样啊！16输了，被一顿炮轰。对啊，我有看啊，我看他们那个失落之地骂得很够力，16连输3届。哎呀，听讲好像是那个大梦宝一过去，他们就一直输 KVK。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我们要稍微提一下国服16服的事情了。那为什么突然之间会讲到这件事情呢？在前几天我就有做过他们的 KVK 直播，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到我前面的画面呢，就讲他们 KVK 表现得很糟糕，他们输了 KVK。很多人都认为16已经陨落了，因为他们之前的国王已经离开了，已经弃坑了，并且他们是连续输了3次 KVK， 这个损失还蛮严重的。当然，我相信国际服的玩家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那如果你是国服的玩家，你知道什么事情，或者是你真的很讨厌16的话，当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自己的看法啦。但是我今天呢，不是为了要站台16啊，只是刚好我收到16那边的玩家朱棣，也是奥西里斯联赛指挥，他就有联络我说他有一些东西想要发布出去了，但是抖音那边好像是限制了他，不让他发布出去，所以就问我有没有兴趣想要发布他所写的一些文章啦，所以这边我就帮他发布，并且做一些吐槽还有说出我自己对于他那个文章的观点啦。那么在那之前呢，相信国际服的玩家应该很好奇现在16变成怎样了。以前16他们是有差不多7到8个百亿联盟的，但是他们现在只剩下3个百亿联盟。那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 KVK 的关系，有一些联盟的战力就已经损失掉了，又或者是在他们之前的国王阿瑞斯离开了之后，就有不少玩家也是跟着离开，所以他们王国才变成这样子。所以可以看到16现在的情况呢，就有一点像我们2年前国际服的情况了。至于击杀方面的话，他们的击杀依旧还不是整个伺服器最高的，目前伺服器最高击杀的王国，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就是21服了。他这边的击杀有23046.9亿，像16这边我们看他们的击杀就稍微少那么一点点，不过比较起国际服，他们的击杀还是差得蛮远的。OK， 那么这个就是他所写的内容呢，其实有一点点长啊，你们也可以看到但其实他这边所写的内容呢，有2页都是在骂官方，都是在骂莉莉丝的。但我读下来之后呢，其实他那个观点跟我的观点有一点不太一样啦，所以我这边的论点呢，并不是支持他的，只能说是我在吐槽他吧，因为我觉得他有些讲的东西也是有点不太合理。那因为这边他写的内容太长的关系，所以我就尽量长话短说啦。首先第一个部分呢，他就讲到其实你们一直看到16好像是一个很强大的王国，是一个很顶级的 S 王国，但事实上他们的能力并没有到那个程度，他们只是体积比较庞大而已。他们一直想要去招募新的血进来，但是因为系统的限制，让他们的移民点数很少，没有办法去招募到更多的新玩家进来。但他这边讲到的重点呢，其实都一直在讲分线报名的问题，导致到他们的管理层慢性死亡，导致到他们的国王离开了。看似他们胜利的 KVK， 但实际上他们之前的国王阿瑞斯已经表现了担忧的情况，也是在之前跟他们讨论过这个话题啦。这个问题摆在他们的眼前，但他们也知道他们处在先锋王国的处境呢是没有办法下下去的，就算他们去要求一些玩家降低战力，也是没有办法去处理掉这个问题的。那确实关于先锋王国战力的问题啊，没有办法下先锋这个问题呢，一直都存在啦。但是官方其实也是想到了其他的方法，就是分线报名。其实先锋王国这个问题跟分线报名这个问题呢，我个人觉得是应该要共存的。就是如果你想要保留你的王国，不想要离开先锋，又想要保留你自己这么庞大的体积，那么你就很难会找到匹配。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会同意分线报名的问题啊。因为如果那个王国它真的很多人，你要求全部玩家离开，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至少你可以去选择名单，勾选你要哪一个玩家去参加 KVK 嘛，对不对？然后其他的玩家可能可以报名其他的 KVK， 又或者是可以让他们去休息，不用
用一直打 KVK。但他的观点就是因为分线报名了之后，而导致到他们分线报名的那个路线玩家必须要质量更高，这个确实是有存在的这个问题来的。但也是因为他们先锋王国的关系，所以才会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他这边就有提到，不管是有花钱没有花钱的玩家都搞到决裂了，因为水晶科技改版的关系了，你不能说只是买弹窗又或者是买1-2个戎马关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你必须要把你的水晶科技提升到很满。因为新版的水晶科技你有提升到后面，受到的伤害降低，还有对特定兵种的伤害提升，生命值提升，受到的伤害降低，这些会影响很大。所以他就觉得说，如果要在先锋王国战斗，你遇到其他王国，你的质量必须要提升，就变成说你必须要花比较多的钱。那说实话，这个确实也是存在的问题啊，因为你跟先锋王国战斗，肯定对方也是有花钱的嘛，所以他觉得这方面压力会很大。但其实我讲真的，如果是以玩家自己个人为单位的话，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花到这笔钱的话，你就应该要去其他等级的王国战斗，而不是继续留在先锋王国。但16他们的情况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因为他们会赞助给一些其他的玩家去购买礼包，所以他这边所说的只包弹窗，这个包的意思呢，就是帮他们报销的意思，不是他写错字。那除了礼包之外，也是要看玩家的账号质量有没有足够的加速资源去战斗。所以这边他算了一笔很简单的账，每个赛季必须要买弹窗、戎马关山、购买资源、代练的费用、各种再多多拼多多。所谓的再多多就是他们会举办一些活动，需要玩家去打比较多的野蛮人城寨。至于拼多多的话，就是关于购买礼包，就是有一些玩家他们给了一些费用之后，就可以加入联盟去舔箱子。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在国服那边一直都存在的，所以这边我跟国际服的观众解释一下啦，就是我们的可能你们会觉得很奇怪很困惑，为什么要这样子玩游戏呢？当然一开始我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是很困惑，但这个是他们的游戏方式啦，所以我们也不能讲什么东西。所以他这边算下来，一个赛季所需要花到的成本至少都是7000人民币起步。如果是从关卡4开始就开始战斗的话，一个赛季至少要花的费用是比起这个7000人民币还要更高的，而且消耗也会很高，你的资源加速很快就没有了，下个赛季可能都没有。变成这样子之后，你就会被劝退。但假设说你没有购买礼包，这些上面的东西你全部都没有的话，就变成说你的野战强度不够高，你就没有办法获得胜利。如果你的强度要高的话，就变成说你上面的东西全部都要做到，不管是加速资源、礼包，全部都要有。那下面他这里也有讲到其他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分不是什么重点啊。那其实他们之前的国王也是有提议说要清掉一些玩家，要让王国变得比较精简一点，但是他觉得说砍掉这些玩家，让他们离开，其实治标不治本，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觉得说就算他们搞到那个程度，也没有办法离开先锋王国，他们依旧还是在先锋王国，没有办法招募到其他玩家出来。如果是想要砍掉他们，就是匹配的时候比较容易匹配的话，直接把他们分线出去就好。那杀掉他们有什么意义呢？赶走他们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下面他这里就提到，有些人提议他们只能报销戎马关山，但这个显然不符合他们游戏的初衷。所以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问题还是在16方面。我个人并不是觉得说是什么分线报名的问题，因为当初我去跟策划他们开会的时候，我理解的分线报名的意义就是让你更加容易去匹配，让玩家的数量不会差距这么大。而且那时候策划也是直接表明说他不想要让这么多比较强大的玩家全部抱团在一个王国里面，然后去欺负其他的小王国。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匹配的问题啊，虽然他们的匹配还是问题很大啦，但至少分线了之后，你不会看到有8个联盟的王国直接去欺负可能只有1-2个联盟的王国，不然你就是要强制有很多个王国全部聚集在一个阵营里面，但是奖励又没有办法分那么多。所以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认为16他们的想法就是他想要回到原本的那个模式去报名 KVK， 就是你不要有分线，他要全部总数加起来800亿战力的玩家全部报名同一个 KVK。 但这个情况应该是没有办法改变啦，但他现在又想要去帮人家报销
销其他的礼包。你想要做到这个程度，但是你又没有办法承担这个开销。我的理解有错吗？应该没错吧。那关于到 KVK 报销这一点呢，其实我在很早之前应该有1-2年前的时间了。那时候我跟不吃糖聊天的时候就有讲到了，其实如果让玩家去报销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不健康的事情啦。当然你要报销也可以，但是你不能说全部玩家都要报销，就变成说很多玩家被你吸引过来是因为你的王国可以让你去报销，所以他就跑过来你的王国。但当你没有办法给他去报销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哦，你不让我报销，我就不战斗。那他战斗的意义是在哪里呢？是不是当你的王国没有报销这个系统存在之后，全部玩家都不会战斗了？是不是这样子？他这边给的理由是说，他们16的管理团队是想要尽可能照顾所有人的玩法。但我是觉得说，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照顾到所有人的时候，你其实应该要改变你现在的那个模式，不应该以这个方式再继续运行下去了。但他自己也知道，在16那边的混子很多，所谓的混子就是那种可能不打架的玩家，只是一直提升战力就是我们所谓的高战农夫这样子啦。但是他最关心的不是那些高战农夫，而是那些肯付出的中战玩家，就是说这个游戏里面他们的开销的问题没有办法支持到他们继续玩游戏。所以他的逻辑是讲，他们给他们报销是为了让他们能够继续玩游戏下去啦。所以这边下面你们可以看到，他又不舍得去逼他们离开，很难割舍这个游戏。那在后续的 KVK 之后，积压的矛盾爆发了，他们之前的国王阿瑞斯也没有办法再花更加多的时间在这个游戏上面，也没有办法一步一步的看着慢性死亡，所以选择离开了这个游戏。也伴随着大部分核心战力的玩家也是离开了这个游戏。所以在那个时期之后，16就已经宣告彻底结束了辉煌时代。这个情况就有点类似像960这样子其实960已经解散了，可是还是有一些玩家会觉得说960有没有可能东山在一起你们不要想了。改革与否，那其实当他们之前国王阿瑞斯离开了之后，他们有很多玩家都想着要去改革，觉得要压下先锋，不要再保留在先锋那边，吸收一些新的血液，再重新塑造他们的王国。但是后来他就不觉得这样子想了，有很多玩家就问他们之前的国王阿瑞斯有没有可能回来，也有一些精英玩家团队问他们是否会离开先锋。但一开始他会讲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但是后来他就选择了放弃，不给他们希望了，就问他们说，你想清楚16已经烂成这个样子了，不如考虑一下其他的王国所以他现在其实是反对派啦，反对要去改革。然后也是有说到很多玩家都已经离开了，觉得说就算不是先锋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是如果他们把全部的玩家集中在一条线情况下，他们又会变成500-600亿的战力，在那种顶上的 KVK 如果少一个阵营的情况下，永远都打不起来，这个问题永远没有办法解决。后续的结果就是几个先锋王国抱在一起种田而已，最后也只是会搞到这些先锋王国也是面临决裂分散的结果。那么下面就提到一些主播啦，但是他讲的这边不是我啦，他讲的是国服的主播因为国服有很多主播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在玩这个游戏，他们甚至连账号都没有，都不知道怎样去玩这个游戏，天天就是在吃其他先锋王国的瓜，然后讲那些不是很重要的内容啦，不然就是在骂这个游戏而已。难道你们赚钱不是通过这个游戏来赚钱的吗？他这里就说到，为什么你们不会给出一些比较实际的建议？因为身为主播的话，其实他们是有那个流量的，就是你可以吸引到更加多的玩家跟你一起讨论，在你的影片中，在你的频道中可以更改这个游戏的生态，做一些事情，解决现在的困境，降低一些仇恨，让匹配环境更好一点等等。那他这边整篇东西写下来呢，我觉得最满意的就是这个部分他讲的没错。那这边他下面所讲的东西呢，其实跟上面大同小异这边我就不讲了，有兴趣你们自己暂停查看接下来他这边就呼吁那些老先锋王国的玩家放下仇恨，集体跟官方那边讨论要怎样去改变这个游戏的环境，如何让花钱的玩家有游戏体验，又能够让那些没有花钱或者是花很少钱的玩家有参与感，有活路。那这一点我个人也是认同的，就是你要跟官方那边讨论才知道我们有什么需求。但这边他也是有去骂官方就讲他们天天拿公费去旅游，开什么线下会，然后提议就是避重就轻的听，每次公关危机都是如此低级且愚蠢
还有讲到登峰造极的皮肤设计啊，不好看呢。然后下面这边所讲的东西呢，其实也是在骂人啊。不过他这边有讲到一点呢，我个人也是有一些看法啦。这边就有讲到一经落万物生，落了之后真的会再生吗？这个就是之前960解散的时候，我是有想过说他们可能会去其他的先锋王国，就是分散开，让其他的先锋王国复活嘛。确实有做到这一点，但是我没有想到最终他们又全部集中在2489。其实我觉得2489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他不应该把这么多960的玩家全部招募在一起，这样也只是导致到之后自己匹配的问题更加难解决，可能一直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对手，不然就是你每次都要遇到同样的对手，也就是93啊。那假设说93不在了之后怎么办呢？所以他这边写下来的内容呢，总体来说就是想要去改变那个游戏机制啊。这边所讲的东西呢，基本上就是国服那边的一些看法啊，一些问题啊，跟我们国际服没有什么关系啦。如果你会看中文的话，你可以自己慢慢读；不会看中文的话，你们看了也不懂他在讲什么东西。还有就是讲到那个报告的问题啊，我觉得那个报告也确实是一个问题啊。以前的报告会比较容易看到你到底是有赚了还是亏了，但是现在的报告你还要一分一分去点开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赚。那下面就说到讲那个分线报名啊，公平公正，但实际上并没有，因为他之前那个计算方式呢，就是有10个1亿战力的玩家就等于一个10亿战力的玩家，但是这样子计算方式是不公平的，因为你10个账号跟一个账号比较起来差距确实是挺大的，然后又会变成说有一些玩家有一些王国他们为了那个匹配的问题一直拼命的去压自己的战力，删掉自己的部队，就变成说那个问题一直都没有办法去改变，所以接下来这边就结束了，没有什么内容可以看了。总体来说他也是有提到一些问题啦，但是他内容是提到分线报名影响到他们王国变成这样子，但我不觉得分线报名有问题的，只是他们16对于分线报名那边的问题提出比较多的看法吧。而且我也是知道16那边的一些问题啦，就是如果你们有看直播的话应该都知道一些问题啊，他们有在直播上讨论出来。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16他们会变成这样子啊，其实是种种的问题啊，不只是游戏本身的问题而已，游戏的问题只是一部分，但更加多的是他们自己王国本身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当然也是希望官方他们可以做出一些改变啊，因为他这里也是提到蛮多关于匹配的问题啊，玩家账号养成的问题，开销的问题啊，这个我在之前跟策划开会的时候也是有讲到，你给我们那一点点的资源返还有什么用？你给多一点加速资源，哎呦，你要给玩家能够持续战斗的能力。那当然我也知道我这个影片发布之后会有一些来自16的玩家会来投诉我啊，讲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那确实我是真的不知道啦。所以这边我给出的观点呢，都是属于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啦，就是我待在先锋王国的那个环境，对这个游戏的见解。而且我也是有提到我是国际服玩家，可能对你们国服那边的玩法有点不太了解，但重点是我在做这个影片之前呢，我是已经跟猪猪讲过了，我可能不会认同他的看法，而且会做一些吐槽，他自己也是接受了。所以今天那个影片就当作是分享吧，就是可以让国服的玩家知道我身为国际服的玩家的观点是怎样的。那如果你是国际服的玩家，也可以了解到国服他们的环境是怎样的。刚好我是有一个账号在16那边呢，你们可以看这边有这么多的玩家，他们是被要求移民离开16，然后管理层他们会提供移民令。除了这些玩家之外，还有这里的玩家就是要求他们把战力缩减到6500万，又或者是他们自行离开。然后后面的邮件我看到有一些名字是重复啊，有可能他们还没有离开，又或者是还没有把那个战力给压下去。所以还是可以看到16有一些管理层是希望把自己的王国缩减，就是不像提供文章给我的猪猪这样子啊，就是已经放弃了挣扎。那现在稍微看一下他们的联盟战力已经是变成这样子了，其实跟我一开始录影片的时候差不多吧，只不过以前16的战力还要更高的，现在都变成这样了，只能说他们陨落了吧，还没有说完全解散了。因为如果是说完全解散的话，他们的战力还不至于到这样子，可能就剩下一个联盟而已。现在看起来至少还是有2个联盟到3个联盟左右。那当然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意见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啦。那你们看了这个5000字的内容之后有什么观点？如果有一些遗漏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啦。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